司机每天送我上班，都会顺道带上他的小女朋友。看在顺路的份上，我一直没说什么。可直到有一次，我打开车门，竟看见后座专座上贴着一张纸条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识字吗？天天蹭我男朋友的车，懂不懂什么叫分寸？打不起车就别出门。最烦你这种爱占便宜的人，一个大男人这么没边界感，真是够难看的。贺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以为这车是我的，她这人好面子，说话直，您别跟她计较。这样吧，我先送她一趟，等送完她再来接您。你好，有人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车开走了，麻烦过来处理一下。贺先生，是您报的警，您的车被司机没打招呼就开走了。是。现在能联系上司机吗？你就是贺先生说的那个没经过允许开走他车的人？不是，保安同志，都是误会，我是贺总的司机，就是顺路送个人，耽搁了几分钟。贺先生，这事儿您还要追究吗？贺总，看在我爸给您开了好几年车的份上，饶我这一回吧。贺总，我儿子刘宗刚丢了工作，公司要是方便，能不能给他个机会？让他明天来报道吧。我好不容易才谈上个女朋友，刚才那样做也是为了稳住她，没办法呀。今天又是宾利接送的一天。烦人，这么贵的车里，怎么总有股不舒服的味道？这车的味道真是够了，也不知道平时坐的都是些什么人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贺总，思思也是担心车子不干净，她是怕弄脏您的衣服，所以才格外注意卫生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刘宗确实老实了一阵。每次来接我的时候，副驾驶上都没了王思熙的身影。他开车依旧平稳，没什么问题。唯一做的不太好的就是他总迟到，每次都有借口和理由。贺总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路上有个车祸，堵了一会儿。贺总，真对不起，我闹钟没响，睡过头了。虽然每次的理由听上去都有点牵强，但看在他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我也没太计较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，直到一个周末，我临时起意想去郊区的别墅住2天度假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个地方，开车过来接我。贺总，我这边有点情况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车子爆胎了，现在正在汽修站修车，工作人员说明天才能修好。您要去哪儿？要不我给您叫个车吧。算了，我自己打车。我的车怎么会在这儿？思思，你这也太幸福了吧！刘总平时看着低调，没想到家里这么大。什么低调？这叫真正有实力的人，不爱显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这话应该问你。思思，他谁啊？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天天蹭刘宗车的人。车蹭完了，现在连房子也要蹭。思思，要不先让他说清楚吧，万一人家只是迷路了呢？谁告诉你们这是刘宗的房子？当然是他亲口说的。哥们儿，差不多得了。你在公司蹭车，刘总不跟你计较是他大度，追到人家家里来就太难看了吧？贺成风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你觉得刘宗条件好，我跟他在一起你心里不舒服，可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他真是这么想的。刘宗不但把车开来了，还把我的钥匙给了他。其实在我进门前，这场小聚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。他没有拍车牌，只拍了车标和别墅铁门，配文是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会不一样。赵宇冷第一个评论，林玲发了羡慕，吴凯也在群里起哄。那时他心里已经飘了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还好吧，刘宗说他不太喜欢太浮夸的装修，这个采光真好。以后你们住这儿
早上起来心情都会不一样。刘总是真有眼光，这位置清静，开车也方便。他平时忙，这个地方他说以后主要给我休息用。思思，你这不是谈恋爱，你这是直接进豪门了。别乱讲，其实也不是谁都有这个命。你长得好，性格也好，刘总看上你很正常。提前祝思思姐成为刘太太。他没有纠正，甚至默认了。然后他们开始在别墅里走动。他觉得这是他的场子，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恼怒。进来可以，先把鞋套穿上。你就站这儿吧，别往里走了。吴凯，你说话客气点，人家可能平时没来过这种地方，不懂规矩。思思，要不让他站门口说吧，别真进来，回头刘总看见也不高兴。他们给我的每一个台阶，其实都不是台阶。贺先生，别让思思为难，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他们每个人都在告诉我，你不属于这里。给他拿个一次性杯子，你要喝水就用这个。别误会啊，我们也是在讲卫生。你们刚才用的杯子是谁家的？你别转移话题。我只是问问。你问什么问？真把自己当主人了？如果我就是呢？那你让外面那辆宾利认你一声。贺成风，你知道你最可笑的地方在哪儿吗？你明明什么都没有，却总喜欢摆出一副什么都看不上的样子。对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越普通越爱装。刘总不跟你计较，你就真觉得自己有脸了？可能他以前被人照顾惯了，分不清客气和纵容。他比赵雨清聪明。怎么，又想装可怜，让琳琳替你说话？他比你会说话。少来这套，你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见谁都想攀一下。刘宗也是这么教你说的。他是不是还说我靠老刘的关系赖在公司？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认识刘总父亲。认识。那不就得了？怪不得能蹭车啊！老刘给我开了6年车。给你开车？你怎么不说刘总给你打工呢？他就是这样，越说越离谱。思思，刘总父亲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刘宗说家里以前是管车队的。管车队的司机。这2个字隔得太近了。你少拿这种话吓唬人，刘宗马上就来了。等他来。我越平静，他越烦躁。我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演。思思，他平时都这么会装吗？贺先生，你这样真的不好看。你要是真有难处，找刘总帮忙，也比硬说别人的房子是你的强。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余地，你非要自己往上撞，那就别怪我说话不留情。你准备说什么？说你不合适。刘宗跟我说过，你在公司就是个靠资历混日子的老员工，天天蹭他的车，还装得跟自己多有身份一样。他说你最会装清高，明明没本事还总喜欢端着。要不是他爸以前认识你，他早就不让你上车了。思思他爸还认识这种人？老刘人好，看他可怜才让刘宗照顾一下。刘宗连他父亲的人情都拿去给自己垫了台阶。怎么，怕了？怕就赶紧走。既然都来了，帮忙把垃圾带下去吧。蹭车总不能白蹭。给你台阶你还不下？人家现在忙着演房主呢，哪有空倒垃圾？贺先生，有时候人越缺什么越爱装什么，你这样会让思思很为难。他为难什么？她男朋友心善，不好赶你，她当然替她为难。每一句脏话，却句句把我往地上按。他以为我彻底被压住了。看见了吗？房子钥匙在我手上。钥匙在你手上，不代表房子是你的。那你倒是拿出证明啊。对啊，拿房本出来。要不刘总回来当面看看是谁撒谎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我等的也是这句话。你不是不承认吗？自己看。屏幕上是刘宗和他的聊天记录。刘宗说今天又被那个贺成风缠上了，非要坐我的车。他说他在公司待得久，不好撕破脸。再往下是一张别墅客厅的照片。刘宗说周末带你去我那儿清静。刘宗说有什么不方便，我自己的地方。看见了吗？刘家亲口说的，聊天记录都在，你还想抵赖？哥们儿，这回别装了吧。这就有点难看了，人家证据都摆出来了，你还要硬撑吗？这些都是刘宗发你的。不然呢？我自己编的。
挺好，什么挺好？省得我一句一句问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继续说。你这是想做什么？你不是担心说不清吗？这样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。我们可没什么好怕的，该心虚的是你吧？没错，今天就把事情说通透。好，那我就把事情完整说清楚。刘宗说你不是第一次这样，之前在车上你就一直找机会靠近我，我坐副驾驶，你就从后面盯着我看。这种人最恶心，不敢明着来，就找机会刷存在感。太优秀的人身边总会有这种麻烦。刘总也是脾气好，要是我，早让他滚远点。刘总还说过什么？他说你在公司里没什么本事，就是会摆老资格。他说你坐他的车是因为想让别人误会你也有身份。他说那次报警是你嫉妒我跟他感情好，故意想给他使绊子。说完了。所以你今天带他们来，是刘总同意的？当然。钥匙也是他给你的？当然。车也是他让你开的？这还用问？刘总的女朋友坐他车怎么了？对，都是他同意的。行。你老行什么行？装的跟法官似的。不是装，是你们说的越多，后面越省事。这样吧，你写个保证，签了我就不让刘宗追究你闯进来的事儿。你们确定要我写？让你写就写，废话怎么这么多？贺成风，我不是非要为难你，你以后离我和刘宗远一点，也别再跟到这种地方来。我可以当你今天只是脑子一热。你觉得你很大度？思思给你脸你还挑？要不我录下来吧，万一他回头不认，至少有证据。他们已经不是在处理问题，是在表演给朋友看。贺成风，你现在对着镜头说清楚，今天是你自己跟过来的，车是刘宗的，房子也是刘宗的，你以后不会再纠缠我们。录着呢。怕了？别停。这个也是你们让我写的？对，我们让你写的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这句话也是刘主教你的。什么话？刘家。刘宗以后会跟我结婚，这里当然也是我的家。他这么说的？当然。还有吗？你到底想套什么话？不套。你们说，我听。你听了又能怎么样？吴凯，先别录了。为什么？录？为什么不录？我就要让所有人看看，一个男人没分寸起来能有多难看。好，他们想看的是我求饶，可我越配合，他们越像是被我牵着走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这里不是刘总名下，你突然闯进来也不合适吧？我用自己的钥匙进自己的门，哪里不合适？你怎么证明是你的钥匙？他拿的就是我的备用钥匙。备用钥匙在王思思手上，说明刘宗信任他。你现在抢钥匙才想有问题。贺先生，也许你和刘总之间有什么工作上的误会，但你这样当着我们这么多人让思思下不来台，你明明可以等刘宗回来，非要现在闯进来，不就是想让我难堪？你带人进来之前，想过我会不会难堪吗？你怎么老把自己当受害者？你跟思思计较什么？就是，思思是女孩子，你这么咄咄逼人，不觉得没风度吗？事实站不住就讲风度，道理讲不通就讲性别。只要我反驳就是计较，只要我沉默就是心虚。贺成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承认自己走错了地方，再给我道个歉，我可以当今天没看见你。思思，你也太好说话了。是啊，换成别人早生气了。还不赶紧谢谢思思姐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跟踪我，闯进我男朋友的家，还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你不该道歉。门是你开的，房子是我的。又来了。贺先生，有时候低个头不丢人，你这样硬撑，等刘总回来只会更难看。你这么确定刘宗回来会帮你？当然。刘总肯定在忙。大老板嘛，不可能随时接电话。思思，再打一个。
刘宗哥哥，你在哪儿？你快来别墅。别墅？你在那儿？不是你让我带朋友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带朋友了？刘宗哥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大家都在呢。你先让他们走。为什么？你听我的，先走，车钥匙也别乱动。刘总这是怎么了？刘宗哥哥，贺成风也在这里，他说这房子是他的，还说车也是他的。你说话呀！思思，你先别跟他吵，我马上过去。那你告诉他们，这房子是不是你的？怎么不问了？他马上就来了。对，等刘总来。等刘宗来的时间里，客厅里的气氛变得很怪。思思，你别被他吓住，他要真有本事，刚才早拿证据了。对，他就是在拖时间。思思，刘总刚才为什么让我们先走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随口问问。贺成风，你满意了？你就是故意挑拨我和刘宗的感情。你干什么？拿我的钥匙。这钥匙是刘宗给我的。还给我。凭什么？抢钥匙，这就急了。贺先生，你这样只会让事情更难看。你这东西倒挺像回事。这么紧张，该不会是从哪里顺来的吧？王思思，嘴上过分也就算了，手别伸。那是我母亲留下的东西。小时候我生病住院，她一直带着它陪我。后来她走之前把玉佩放到我手里，说以后遇事别冲动，站直了把话说清楚。它不值多少钱，可有些东西不能用钱衡量。不就一个挂件吗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是你自己抢钥匙才弄掉的。对啊，刚才那么乱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反正我可没碰你的东西。这不是讹人，是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没了。你吓唬谁？到别墅来。贺总，出什么事了？带人过来取证。他又是谁？你还真叫人了。贺总，你没事吧？贺总，你叫他贺总，这演的还挺像。哥们儿，你请演员也请专业点吧，哪有人一进门就喊总的？报警了吗？等刘宗来。先拍现场，别碰东西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拍的？你们刚才说的那么有底气，怕拍？你少吓唬人！这是刘总家，我们是思思邀请来的客人。哪个刘总？刘宗，刘总。你们谁开的门？我。钥匙谁给你的？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是谁？刘宗。刘宗是贺总的司机。你们听听，他也这么说，这套词背得挺熟啊。司机？刘总要是司机，那外面那辆宾利是谁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问清楚，省得一会儿有人说自己不知道。我们就是来朋友家坐坐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刚才说这是刘宗的家。思思，你刚才的聊天记录还在吧？当然在。那就更简单了。简单什么？就是想吓人。等刘总回来，看你们还怎么演。那就等。真正心虚的人才会一直喊，不心虚的人只需要等。最先慌的不是王思思，是琳琳。我们是朋友聚会，你别装的这么专业。现在网上这种人多了，穿套西装就演法务。你叫什么？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
登记，你刚才录视频了？没有，删了也没关系，配合说明就行。我只是拍着玩，还没发。你拍了？别带上我。你们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重点是他们闯进来拍我们。这是贺总的房子，你不用急着信，刘宗来了会说。他已经从刘宗刚才的电话里听出了不对，只是不敢承认。思思别怕，刘总肯定是路上不方便说。对，他肯定怕这个贺成风录音。你说你是贺成风的人，那你证明啊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不是他请来的演员。对啊，穿得像样一点就能叫法务，那我明天也能演。你要是真有身份，就把工作证拿出来。贺总，要给他们看吗？给。证件也能作假的？可以，所以不用急着的信证件。你们可以等警方，也可以等刘宗。只是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会记录。记录就记录，你记录清楚，是他先闯进来的。他怎么闯进来的？推门进来的。门为什么开着？我们在屋里，门没关严。怎么了？屋里是谁允许你们进的？是思思带我们进来的。当然，思思也是听刘总安排。你刚才拍视频了吗？玲玲只是拍着玩。怎么了？你们怕被拍？不怕，正好可以看时间链。时间线？谁先进来，谁动过什么，谁说过什么，视频比人记得清楚。你拍到我什么了？我没拍你，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拍吗？你们现在什么意思？还没怎么样呢，就开始撇清？谁撇了？我就是问问。对，问清楚不行吗？你们别被他带偏，真正有问题的是贺成风，他不该来。我不来，你们准备在这里玩到什么时候？等刘宗回来，继续让他给你们开酒柜，还是让他带你们上楼参观？我们只是坐坐。那为什么楼上的客房门开了？我就看了一眼，又没拿东西。你上楼了？我可没上楼，我一直在客厅。刚才不是你们说想看看楼上什么样吗？吴凯，你闭嘴！这一屋子人，谁都不是真正相信谁，他们只是暂时相信同一个谎，谎一裂，每个人第一反应都是把自己摘出去。志成哥哥，没过多久，刘宗急匆匆地赶来了。他大概一路上还想着先哄住王思思，再找机会跟我解释。你终于来了！他们非说你是司机，还说这车和房子都是贺成风的。你快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刘总，你快说啊！刚才这人可嚣张了。对，他还说自己才是房主。刘总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贺总，咱们出去说。刘总跟他出去说什么？刚才他们说我的时候，可没出去说。贺总，求你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面子？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就帮我圆这一次。你就说这房子是我借给你的，或者说我是公司合伙人。刘宗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先别说话。你还想演？就这一次。上次纸条的事你也是这么说的。那次你开走我的车，让王思思骂我是蹭车的，我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放过你。你的车？思思，你先别听他。这段时间你每天迟到，是因为先送他再来接我。你以为他每天先送你是因为他宠你，那是因为他在用我的车绕我的时间，演他的体面。贺总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把我的车说成你的，还是解释你怎么把我的别墅说成你的？你告诉我，他说的不是真的。这个动作比任何回答都清楚。为什么？你怕什么？我没怕。那你说这房子是不是你的？
这事比较复杂。豪门嘛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刘宗一个司机，被他们硬生生往豪门里塞。既然复杂，那你说说复杂在哪儿？贺总确实跟公司有关系，但我也不是普通司机，我平时跟着跑项目。岗位写得很清楚，驾驶员。合同也可能只是挂名。你很了解。车平时确实由我负责，我说是我的，是怕思思多想。你说是你的，是怕我多想。我怕你觉得我没本事。所以你就让我以为你有本事。其实男人嘛，在女朋友面前要点面子也正常。拿别人的车要面子，正常。那房子呢？也许刘宗只是借用一下，又不是故意的。借用要有主人同意。贺总同意了吗？思思，聊天记录里他说这是他的。我那边别墅安静，车你想坐就坐。那个贺晨风就是蹭车的，不用给他好脸。刘宗哥哥，你看着我说。思思，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，是我之前有些话说的不清楚。不清楚？那别墅平时没人去，周末我带你过去，你喜欢的话以后常去。这叫不清楚。刘宗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你少说风凉话。你骗我们叫你刘总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对啊，你要一开始说你是司机，我们能这么说话吗？我骗的是思思，你们自己想巴结怪谁？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也只是你用来撑面子的人。不是。你让我骂他说他蹭车，你让我带朋友来说这是你家，你让我以为我真的快要过上别人羡慕的生活。刘宗，你不是喜欢我，你是喜欢我相信你的样子。贺总，警方快到了。贺总，我承认我刚才说话过分，我也可以道歉。视频我会删，我刚才就是一时冲动。把刚才谁动过什么，谁说过什么，一件一件说清楚。你说话呀！车虽然不是我名下，但平时都是我开。对啊，平时都是刘总开，那也差不多。车辆登记、公司用车记录都在这儿。这别墅是贺总平时不住，我只是借用一下。备用钥匙是给司机临时取物用的，不是给你带人聚会用的。你闭嘴！我没想到他会带朋友来，我只是随口说了几句，他可能误会了。误会？周末带你去我那儿，叫上你朋友也行，热闹点儿。这是你发的吧？是。你说你是集团总裁，我没有说的那么。你说这辆宾利是你的，你说这别墅是你准备以后给我住的。他刚才有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难堪。思思，这事儿你也没跟我们说清楚啊！我没说清楚，刚才一口一个赵太太，捧我的不是你。我就是来吃个饭，我可不知道这些。你不知道？刚才让我把贺春风赶出去的人是谁？他们从同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变成互相咬的虫。贺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看在我爸……别提老刘，你爸老实了一辈子，不是让你拿来挡事的。玉佩碎了，车被他开了，别墅被他带人进了，我的一次次让步，被他拿来垫自己在王思思面前的台阶。这一次，谁的面子都不好使。刘宗低头之后，王思思才真正崩溃。他不是单纯因为被骗，他刚才用来羞辱我的每一句话，最后都落回了他自己身上。他说我蹭车，结果他坐的是我的车；他说我蹭房，结果他闯的是我的别墅；他说我装，可从头到尾装的最厉害的人是刘宗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怕你走，所以你就骗我。我想等我们感情稳定了再说。稳定？靠别人车稳定，靠别人房子稳定？
思思，这事儿你自己也有问题，我们都是听你的。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被你们骗来的，是我骗他，不是骗你们。你们自己在这里乱动东西，别全推给我。刘宗，你现在想甩锅？你刚才不是叫我赵总叫的挺顺吗？现在吵这些只会让事情更难看，你少装。刚才你拍视频的时候怎么不说难看？视频如果传播出去，影响扩大，责任会更麻烦。贺总，我可以赔。该赔的当然要赔，玉佩也赔。这个你赔不了，但该承担的你一样少不了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一句误会、一句被骗、一句赔钱了事。有些话说出口，伤害已经发生；有些门被推开，就再也不能假装没进来过。贺总，这件事我们真不知道。我们都是被王思呼叫来的，她说这是她男朋友家，我们才来的。我从头到尾都没碰什么东西，就是坐了一会儿。坐了一会儿。刚才是谁说这地毯看着舒服，非要踩着拍照？你别乱说。吴凯那杯子不是你碰到的？我那是不小心。还有你不是说这个地方适合拍视频，还让我多录几个角度。我只是随口说说。王思思，你现在怪我们，不是你说刘宗是集团总裁，不是你说这别墅以后就是你。贺成风，不，贺总，今天的事是误会。哪一件是误会？你进来是误会，你带人聚会是误会，摔碎我妈留下的东西也是误会。玉佩不是我摔的，我没碰它。我也没有。你们是没摔，但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录音里都有。那都是刘宗骗我的。思思，你不能全推给我。不推给你，推给谁？车是你开的，钥匙是你给的，话是你说的，别墅也是你带我来的。可东西是你们弄的。什么叫你们？是你女朋友让我们来的。你一个司机装什么老板？你不骗人，今天会这样？我承认我说话不好听，但我没有摔你东西。我也没拿东西，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装。我一直在劝。所以你们帮她不是因为觉得她对，是因为你们以为她男朋友有用，人情往来而已。谁还不交朋友？交朋友还是压票？贺总，你这么大身份，跟我们计较这些干什么？刚才他叫我贺成风，现在叫贺总，称呼变得比脸色还快。身份大就该让你们随便进我家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有钱就该听你们骂完，再替你们收拾客厅。贺总，我们确实有错，但今天主要还是刘宗和王思诗之间的事，我们只是被卷进来。你刚才让我把视频多拍几个角度，也是被卷进来。视频如果已经发出，请现在说明。发了一个10几秒的小视频，在朋友圈只设置了部分可见。你还真发了？写个保证，对着镜头说清楚。这个角度好一点。别争了。谁说过什么，谁做过什么，都在这儿。谁邀请谁来的，谁打开哪些房间，谁动过哪些东西，现在自己写。写了是不是就算认了？不写监控也在。贺总，我要是写了，是不是就真的没机会了？你不是没机会，你是把机会都用完了。他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把被他捧得高高在上的刘总写回司机刘宗。刚才赵雨清把王思思捧得最高，现在连一句安慰都不敢说。按事实写。很多伤害就是从这种看热闹开始的，白纸黑字再也不能装成误会。你冷静点。
我冷静，我在朋友面前像个笑话，你让我冷静。我也是太喜欢你了。你喜欢我，所以拿别人的车骗我，拿别人的房子骗我，让我在别人家里丢人。你们两个的事儿别扯上我们。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反正我没动手。你推开贺总手机的画面，监控拍到了。我只是录了视频。视频发出去了吗？你发了，我就发给了几个朋友，没公开。删掉，配合说明，后续造成影响，该道歉道歉，该承担承担。他这才发现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站在他这边的人。贺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房子是谁的，但你知道自己在骂人，在拦我，在抢钥匙。你不知道刘宗骗你，不代表你可以随便伤害别人。后面的处理比他们想象的麻烦得多。刘宗当天就被公司解除司机岗位，私自使用车辆，谎报车况，擅自带人进入私人别墅，记录都完整。我没有再替他说一句好话。公司走流程，追缴车辆使用费、房屋清理和物品损坏的费用。老刘后来知道这件事，专门来找我。何总，是我没教好儿子。老刘，这事不是你的错，可他拿我的面子，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我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给了他第一次机会。以后别给了。一个老实人最清楚，自己的面子被不争气的人花掉时有多难看。这件事我不会再心软。王思思那边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她承担了玉佩损坏、别墅清理和部分家具损坏的赔偿。赵雨清承担地毯和摆件费用，林玲删除视频并且说明情况，吴凯还需要配合笔录。他后来托人带话，说想当面道歉。不用见，有些道歉只是因为代价来了。这件事从头到尾其实都不复杂。刘总想靠我的车和别墅，把自己装成体面人。王思思想靠他的体面，在朋友面前抬高自己。赵雨清、林玲、吴凯想靠奉承他，提前攀上下一层关系。直到真相翻过来，所有人都开始找退路。那天之后，我让唐唐重新整理了司机用车制度，也把别墅备用钥匙全部收回。以后任何车辆和钥匙使用，都要有书面记录。没人敢再把贺总脾气好当成可以随便越界的理由。我把碎掉的玉佩装进一个小盒子，他修不好了。可母亲当年教我的话，我反而记得更清楚。遇事别冲动，站直了把话说清楚。以前我以为给人留面子是善良，后来才明白，善良也要有门。别人敲门可以开，别人撬门就该报警。